在谈论全球的武器装备时，每一款都有独特的风格。以陆地防空为例，台湾堪称行家；而在空军建设上，台湾则采用了自主研发与海外采购并重的模式，打造出一支兼具本土技术和国际先进装备的空中力量。回顾台湾空军的发展史 ，IDF 经国号战斗机和永鹰高教机是台湾自主研发的代表之作。但就预算分配来看，自研项目的投入远不及引进装备。然而，得益于这种平衡策略，台湾空军如今已成为东南亚乃至亚太地区的强大空中力量之一。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具体了解一下台湾空军的发展历史，以及都有哪些杰出的成果。2021年是台湾防空战略的重要转折点。这一年，首批升级为 F-16B 的战机正式服役，显著提升了整体作战能力。同年，台湾空军首次派出4架 F-16A 战机从花莲基地直飞美国，期间美军提供了多次空中加油和导航支持。这次飞行不仅技术上极具挑战性，更因为战机隐去台湾空军标志，凸显了台美防务合作的紧密性。为了进一步增强战力，台湾空军启动了多个升级计划，其中凤展计划对现有的141架 F-16AB 战机进行全面改造，升级至 F-16V Block 20水平。该项目由台湾汉翔公司主导，并获得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技术支持，显著提升了战机性能，包括配备先进的 NAPG-83 型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。此外，台湾还通过凤翔计划向美国采购66架全新 F-16V Block 70战机，预计于2026年完成交付与整编。两大计划完成后，台湾空军将拥有超过200架 F-16V 战机，这不仅显著增强了防空作战能力，也进一步巩固了台湾在亚太空中防务领域的领先地位。台湾空军目前的3种主力战机中 ，F-16V 无论在性能还是武器搭载能力上，都全面超越了 IDF 经国号和幻象2000。近年来，通过不断升级改造 ，F-16V 已成为非隐形战机中的翘楚，同时具备一定的隐形特性。这款战机以卓越的机动性著称，是专为空中对抗设计的强大战机。与早期的 F-16AB Block 20相比， F-16V 最大的亮点是航空电子系统的革命性升级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配备了先进的 NAPG-83 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。这款雷达兼具空对空和空对地探测能力，在探测距离、分辨率和灵敏度上，甚至可以媲美 F-22 的 NAPG-77 和 F-35 的 NAPG-81 雷达。回顾早期版本，台湾 F-16 战机最初搭载的是 NAPG-66 雷达，这在1980年代曾是顶级配置。然而，随着超视距空战在现代战场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，旧版雷达的性能已经难以满足先敌发现、先敌攻击的需求，因此升级至 APG-83 成为必然选择。相比旧版 F-16B 的探测距离提升了至少30%，可同时追踪20个目标，整体战场感知能力更是跃升了220%。除了雷达升级， F-16B 还配备了全新的 MMC-7000AH 任务计算机，其运算速度是早期型号的2倍，存储能力则增加了10倍。考虑到 APG-83 雷达需要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，任务计算机的改进显得尤为重要。此外，升级内容还包括座舱、显示系统和其他航电设备，使 F-16V 在航电能力上实现了全面突破。战机的武器挂载能力也得到了增强，新增挂架支持更多现代化武器和吊舱，使任务灵活性显著提升。在武器装备方面， F-16V 可以携带 M-9 短程导弹和 M-120C 中程导弹，具备执行空战、巡逻和紧急起飞等多样任务的能力。此外，它还可以发射空射型鱼叉反舰导弹，用于地面打击的各种精确制导炸弹，以及搭载侦察或电子战吊舱。这些能力是幻象2000和 IDF 无法匹敌的。台湾空军的采购预算中也提及为 F-16V 配备价值470亿新台币的远程精准弹药，包括 AGM-84 鱼叉反舰导弹、AGM-154 联合防区外武器 JSOW 以及 AGM-88 哈姆反辐射导弹。这些武器将进一步增强 F-16V 的反舰和反雷达打击能力。
美国也向台湾出售了135枚 AGM-84G 导弹。同时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将继续提供技术支持，帮助台湾提升导弹性能。通过这一系列升级， F-16V 无论在数量还是作战能力上都实现了显著跃升，为台湾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提供了强有力的空中防御保障。未来，随着 F-16V 的全面部署，台湾空军的战力将迈向更高的台阶。F-16V 战机还计划涂上一层隐形材料，以减少雷达截面积，从而增加敌机探测它的难度。然而，真正提升隐身性能的关键仍在于气动外形设计。由于 F-16V 并未对外形做出大幅修改，因此隐形涂料的作用虽有限，但依然能提供一定的隐身优势。此外，为应对机体老化并延长服役时间， F-16V 将进行全面的机体升级，包括可能更换更高性能的发动机。随着航电系统升级带来战机重量的增加，更强推力的发动机对提升飞行性能显得尤为重要。这些改进不仅显著提升了 F-16V 的作战能力，也使其服役寿命延长约20年。如果台湾空军未来装备多达300架 F-16V 战机，将使其成为全球4代战机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，对东亚及东南亚的空中力量格局产生深远影响。相比之下，日本航空自卫队在战斗机领域展现了完全不同的战略。目前，日本空自已经完全实现4代及以上战斗机的全面换装。今年，日本退役了最后3架 F-4EJ 鬼怪战斗机，并在其副基地举行了告别飞行，标志着这一经典战机的服役生涯正式结束。退役后，日本空自的现役战斗机阵容缩减为3种型号：自产的 F-2战斗机，以及从美国引进的 F-15和 F-35。自1980年代起，日本从美国引进了180架单座型 F-15J 和40架双座型 F-15EJ， 目前仍有约200架 F-15在役。然而，当时美国对出口的 F-15J 施加了一些限制，剥夺了其地面和海上攻击能力，使其主要用于防空任务，难以执行主动打击行动。日本的 F-2战斗机则是在 F-16基础上开发的强化版本，美国参与了约40%的研发工作。尽管 F-2有部分使用限制，但日本自主研发了包括 JAPG-2火控雷达在内的多项先进航电设备，使其能够执行多种任务。搭载 M-9L 空导弹、GPS 制导炸弹以及 ASM 系列反舰导弹，用于制空、对地和反舰作战。至2011年停产时 ，F-2战机共生产了98架，其中88架目前仍在服役。此外， F-35隐形战斗机是日本空自另一主力机型，日本已采购了147架 F-35， 其中包括105架 F-35A 常规型和42架 F-35B 垂直起降型，后者将搭载于海上自卫队的出云级2栖攻击舰。目前，首批引进的42架 F-35A 正在交付中，已有约25架完成交付。虽然 F-15J 仍是空自的中坚力量，但随着服役时间的增加，其机体老化问题日益显现，甚至发生了零部件在飞行中脱落的事故。这些问题也为日本战机的后续更新带来了挑战。面对300架 F-16V 战机的强大阵容，200架 F-15J 显然处于下风。特别是 F-16V 升级后配备了先进的 APG-83 AESA 有源相控阵雷达，其探测能力远胜于传统的脉冲多普勒雷达。APG-83 的探测距离超过300公里，对空中目标的感知能力显著增强。再加上 F-16V 升级后的武器系统，在超视距作战中优势尤为明显。在300架 F-16V 对上200架 F-15J 的假想对决中，F-16V 的胜算显然更大。至于日本国产的 F-2战斗机，尽管其设计基于 F-16，并在某些领域进行了优化，但总体性能依然难以与升级后的 F-16V 媲美。首先，在航电系统方面， F-2虽然搭载了自主研发的先进雷达系统，例如 JAPG-2雷达，但其探测距离和多目标追踪能力与 F-16V 装备的 APG-83、AESA 雷达相比还有一定差距。APG-83 雷达能够提供更广的扫描范围、更快的更新速率以及更高的抗干扰能力，使得 F-16V 在空对空作战中拥有先发制人的优势。
其次，在武器兼容性和种类方面 ，F-2的选择相对有限，主要集中在日本本土研发的 ASM 系列反舰导弹以及 M-9L 短程导弹等少量型号。而 F-16B 则通过升级，拥有了更广泛的武器兼容性，不仅可以挂载 AM-120 中程空导弹，还能够装备 AGM-84 鱼叉反舰导弹、AGM-154 联合防区外武器以及 AGM-88 反辐射导弹，能够胜任多种任务。再加上 F-16B 具备硬管空中加油能力，大幅延长了战机的滞空时间和作战半径。其灵活性和续航能力更是进一步凸显。在低空作战能力方面 ，F-16B 也表现出色。凭借其对地模式强大的雷达功能和复杂地形下的地形跟踪飞控系统 ，F-16B 能够在夜间条件下实现超低空飞行，这为地面目标的打击和战术突袭提供了更多可能性。而 F-2在这些方面显得稍显不足，其整体设计更倾向于制空和反舰任务。战术灵活性较为有限，因此被认为是 F-16的一种轻量化版本。至于日本的 F-35A 隐形战斗机，它在隐身性能、战场感知能力和多任务能力上展现了第5代战机的领先优势。然而，升级后的 F-16B 通过搭载先进的 AESA 雷达和增强的武器挂载能力，在雷达性能上已经与 F-35A 的 APG-81 雷达不相上下。此外， F-16B 在功能扩展性上依旧具有强劲表现，例如灵活的挂载点设置和兼容多种先进弹药，使其能够在战场上胜任更广泛的任务。特别是考虑到数量因素，日本计划装备约150架 F-35战机，而台湾空军的目标是部署300架 F-16B 战机。这种数量上的优势将对战场格局产生巨大影响。尽管 F-35在隐身性能和技术先进性上拥有绝对优势，但 F-16B 凭借其高性价比和成熟的战术应用，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快的速度实现空军规模的扩展。在模拟对抗中 ，F-16B 的大规模部署可能通过数量压制来弥补单机性能上的不足，尤其是在需要进行持续空中巡逻或多方向攻击的情况下，其优势更加明显。即便日本航空自卫队已经完成全4代机换装，面对300架全面升级的 F-16B 战机，依然难以形成明显的压制力。现代战争虽然并不仅仅依赖于战机的性能对比，但空中力量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了空战的胜负手。F-16B 的大规模部署无疑为台湾提供了坚实的空中力量保障，同时也对地区的战略平衡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当然，现代战争的胜负并非仅取决于空中力量的简单对比，但300架 F-16B 的强劲阵容无疑将在任何战场上成为不容忽视的存在，对战局产生重大影响。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，你怎么看 F-16B 的战力表现？它在面对其他4代战机时能有多少胜算？同时，你认为 F-16V 升级的极限在哪里？好了，本期内容到此结束。对于这些信息，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。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，也请在评论区留言，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。我是环宇哥，咱们下期再见。